丧尸们如同马蜂一般蜂拥而出，我死死地捂住嘴巴，眼睁睁地看着我男友速度丝毫不减，反倒是直冲那颗车而去，眼瞅着就要撞了上去。周思然方向盘一打一个躲闪，冲着下面的坡而去。 It turned out that a severe zombie outbreak had occurred in the city. Zombies were attacking people on the streets crazily. In an instant, the city fell into dead silence. My boyfriend and I were traveling. After a crash, I woke up from my sleep. I watched in horror as my boyfriend ran over more than a dozen people in a row. I was shocked and tried to stop him at once, but he accelerated instead. I looked back in the direction he signaled. My eyes widened in disbelief, barely able to process what was happening in front of me. 我下意识地捂上了嘴，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蹦出丧尸2个字。我有看过丧尸电影，丧尸电影当时风靡全球，里面的怪物就是这副德行。但是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即便我再怎么不相信，那些怪物也嘶吼着向我们冲来，甚至有几个跑得快的，直接把血手印拍到了我的副驾驶车窗上，给我吓得差点尖叫出来。我男朋友当时不叫我起来，就是害怕我会恐惧，没想到我还是被车子的颠簸给颠簸醒了。面对这血腥的一幕，你抓紧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周思然一脚油门再次提速，把那些丧尸远远地甩开，带着我一路狂奔，也不知道向哪里而去。我们现在去哪儿？不应该找个地方躲着吗？要不先去警察局？我的提议显然很糟糕，虽然警察局听上去就非常有安全感，但是这种情况下警察应该已经完全派了出去吧？不行，我们要往人少的地方走，人多的地方丧尸爆发也就越严重，若是被群攻了，那就不得了。我们先去我老家，那里偏僻，没什么人，丧尸应该也会少很多。周思然的老家是农村的，村子里的人肯定会比城市里的人少很多，丧尸的话同样也会减少很多。我立刻点头同意，反正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这破路可真难走。我忍不住吐槽现在的道路过一会儿就能看见车祸，他们堵在路上，不仅为道路通行增加了难度，并且还会让其他的车辆被迫停下来，造成更加的拥堵。看样子高速是走不了了，我们只能走国道，路比较宽敞的话还能走夜路小路等。只是走着走着，我眉心狠狠的一跳，往前面一看，一辆公交车横在道路上拦住了整条道路。公交车上显然有人变成了丧尸，攻击了司机，司机躲闪不及，车子整个侧翻了出去，翻滚着底朝天地躺在路上，而上面的玻璃则是碎了一地，丧尸们如同马蜂一般蜂拥而出。我死死地捂住嘴巴，眼睁睁地看着我男友速度丝毫不减，反倒是直冲那颗车而去，眼瞅着就要撞了上去。周思然方向盘一打一个躲闪，冲着下面的坡而去。公路上都是有预留空间的，人行道上的路勉强能过，只是不是给车子过的。我们过去的十分勉强，中途还碾压上了一些丧尸，那种触感十分的恶心黏腻，车轮碾过丧尸，让整个车子都飘，我甚至还能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不过好在总算是险之又险的冲了过去。一路疾驰，等我们冲出了城市内，情况就变好了很多，人变少了，路上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丧尸稀稀拉拉的，偶尔才会出现几只。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们出发的时候还好好的，我是昏迷了好几天吗？怎么外面这么乱了？我跟我男朋友出来约会几天，我只是想睡一会儿，怎么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出门自驾游竟遇末世丧尸，男友突变战神带我逃亡，他反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没有，你只睡了2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见有人咬人觉得不对，才带你离开的。周思然不由得庆幸，他当初的决断有多么明智，发现不对之后，直接开着车倒退着冲了出去。若是真的头铁往里面走的话，深入城市中心那可就不好出来了。直到现在，车子疾驰在空旷的公路上，我才把心放在了肚子里。前面是个加油站，我为车子加一点油，你要跟我去吗？还是说要待在车里？我皱眉思索，待在这里吧，车门一锁很安全，但是我真的很担心会不会有丧尸突然从哪里冒出来，把车窗拍裂，把我抓出来。我跟你一起去。我紧跟着我的男朋友，一步一行的随他进了加油站。加油站周围没什么人，周围也只有公路而已。我们喊了2嗓子，没有人出来，看样子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末世爆发的时候已经逃跑了。我心急如焚的给车子加了满满的油，正准备拉着我男朋友继续逃跑呢，没想到被男朋友拦了下来。便利店里还有很多吃的，或许我们需要物资。末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食物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时候，何必错过这个时机呢？工作人员确实逃跑了，加油站里空荡荡的，即便我们喊了几声也没有引来丧尸。加油站的便利店里售卖着很多的食物，方便面、零食以及卤肉，这些都是有的，甚至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比如纸巾、卫生巾，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周思然直奔零食区去，把方便面、泡面还有巧克力这些方便食用又能量高的东西一股脑的塞入了塑料袋里。他直接从收银台那里拿了一大把的塑料袋，打包了10几个塑料袋不止，还想再往塑料袋里装，准备把这些东西能带的全部带走，全部塞入车里。毕竟这些说不定以后就很难获取了，能装多少是多少。我也没闲着，当然要跟他一起搜刮东西。零食、泡面、卤肉、矿泉水、饮料，还有一些糖果、巧克力，这些我也都往塑料袋里装，然后打结放在地上，等会儿跟周思然抬到汽车上。正当我忙得不亦乐乎时，突然听见一声小心！我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整个人就被周思然一把拽进了怀里。砰！一个人的脑袋在我面前爆开。直到周思然的砍刀砍到了东西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在地上有个半截的丧尸，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那里，躲在拐角处，居然想要对我伸手。那指甲长而尖锐，顶端看上去黑漆漆的，还带有一些锋利的血迹。若是被稍微挠上那么一点，哪怕只是破了皮，流一点点的血，也足以把我感染成丧尸，彻底死掉。我顿时惊恐不已，但好歹是没有尖叫出声，只是抱紧了周思然。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要动，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周思然也是恐惧不已，紧紧地把我抱入怀里，生怕我真的出现意外。丧尸即便被砍了手，他也仍然在动。我甚至都来不及询问周思然哪里得来的砍刀，就见周思然一砍刀直接砍到了丧尸的头上。丧尸的头骨似乎跟人类的头骨不太一样，比人类的头骨稍微脆弱了一些。那砍刀砍下去并没有卡在脑壳上，而是露出了里面灰白色的脑浆，直接一命呜呼，再也不动弹了。看着他，若是我不小心死了，或者出现意外，你也要学会杀掉他们，你自身的安危最重要。见我并没有呕吐或者恐惧到无法动弹，周思然的心放宽了很多。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的几把菜刀，直接送给了我一把，把它放在我的掌心。我并没有拒绝，反而是强迫自己看那些恶心的场景，紧紧抓牢了手中的菜刀。我要尽快适应才行，就像周思然说的那样，若他真的不小心出了意外，无法及时赶到我的身边来保护我，那我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免得落入丧尸口中。周思然拿起菜刀，在超市里检查了好几遍，确认那个丧尸就是漏网之鱼之后，才敢把心稍微放下一些，但还是催促我快些把东西跟他一起搬到车上，尽快离开这里。我自然是点头同意，我们两个并排走着，他提了6袋满满当当的塑料袋，手指都被勒出红印子来，直接放到了汽车的后备箱里，而我则是拎着2袋小跑着，紧跟在他身后，来回跑了几次，直到车里放不下为止。加油站的超市货物并不算多，甚至都装不满一辆卡车，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汽车的话，依然是装得满满当当。特别是我们需要购买饮用水的时候，光是矿泉水就塞了大半个车厢。至于轻便一些的食物、零食什么的，就放在了后排，把后排塞得满满的。当然，既然路过加油站了，那怎能不储存一些汽油呢？我们找了好久，才算找到一些油桶，灌了不少的汽油，把汽车塞得没有了任何的空间，才算住手。我们走吧。我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菜刀，透过车窗往外看去，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丧尸追了过来。好，抓紧啊！我们2人都系上了安全带，周思然一踩油门，直接狂奔而去。一路上都有堵车或者颠簸，遇到绕不开的路，周思然都会下车，把堵在前面的丧尸给解决了去。他是真的很厉害，那菜刀耍得虎虎生风，动不动就劈着脑壳。即便有另外一只张着血盆大口想要偷袭他，他也能尽快发现，反手一刀就把那丧尸解决了。解决了丧尸，暂时安全，我的视线忍不住被车轱辘里面一个不停晃荡的东西给吸引住了。仔细一看，那汽车轮胎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卷入了半只手掌，半只手掌好像是小孩的手，并不算多大，一半被搅得稀碎，而还有一半手指的位置正在蠕动着。不知道是因为神经末梢在动，还是因为汽车带来的惯性而产生的连带作用。若是不细想还好，但是一旦细想下来，我就忍不住的把胃里的东西吐了出来。活生生的并不是电影、小说，而是离我近在咫尺的生活，随时都能触碰到我的恶心东西。我不停的干呕，想要吐出点什么东西来，但是今天因为太过恶心了，什么都没吃，吐出来也只是一些酸水而已。周思然闻言立马冲到了我的面前，又是给我递水，又是给我递纸，轻柔的拍打我的后背，想要缓解我的不适。我心里感动不已，正想着夸赞他2声的时候，就见这个狗东西开口：亲爱的，我给你留了一个丧尸，你来杀了他吧。我一扭头，丧尸的脸朝着我扑面而来。你这个狗东西，现在才末世第1天就让我杀人吗？我的心里有点迈不出这个坎儿来，但是周思然却扯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了那个丧尸面前。他显然是早就有想法了。这里是林间小道上，周围并没有遮掩物，所以可以清楚的看到整条路上也就只有这么1-2只丧尸，另外一只被他解决了，这只则是被他砍去了4肢，只剩个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牙齿，
想要咬人，但已经无法动弹了。除非你主动让它送上去被咬，否则丧尸无法攻击别人。这是他专门为我留的丧尸。真的要这样吗？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毕竟事情发生还没过去1天呢，我到底有些没办法把心情完全转换过来。没事的，有我带着你，你只需要记住这种感觉就行了。为了减少我的恶心感，周思然特意手拉着我的手，手握着我的手，像是教我学写字一样，把武器握在手里，然后跟随着他的动作而靠近丧尸。正面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绕到了丧尸的后脑勺，看不见丧尸的脸，然后瞄准了丧尸的后脑勺而下手。他的力气施加在了我的手上，让我也跟着下了不少的力，精准的劈到丧尸的后脑勺。看，是不是很简单？那触感不像是坚硬的头骨，而是像在劈木头一样。虽然依然有些坚硬，有些困难，但是无论怎么说，都比砍人的头骨要方便太多了。丧尸的进化方向好像不太一样，舍弃了自身大部分的能量，甚至是骨骼的硬度来换取了身体的自由行动。周思然也解释不清楚，只是觉得他们非常好砍罢了。那种触感顺着砍刀传达到了我的手臂上，让我如此地真实感受到了砍脑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在这次我没有吐出来。周思然拍了拍我的后背，非常欣慰我的进步。对，就是这样，你就当看布丁好了，把它想象成加了草莓酱的布丁，会不会好受一点？我本来没想吐的，但是这个狗男人这么一描述，真的让我想起了草莓酱。食物与丧尸联系在一起，顿时让我呕了出来。当然事后也没少打他。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天，直到夜幕的降临。天色已经很暗了，再次赶路会非常困难，甚至有可能撞上丧尸。毕竟丧尸就喜欢半路扑上去，也不管会不会被汽车撞死。他们倒是不管不顾，不怕什么。但是我们的车子却经不起这样的撞，一旦撞到了人，那就有可能导致车子凹陷下去，甚至是一个侧翻发生车祸。所以天一旦漆黑，我们就要想办法停下来，寻找一个安全的住所。晚上睡在车子里实在是太危险了，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汽车而已，它的车窗玻璃并不算多么结实坚固。若是半夜睡着的时候被丧尸敲打门窗，打坏了玻璃，把爪子伸进来挠我们一下，那我们就得死了。周思然熟门熟路地驾驶着车子，在周围的村镇不断地张望。现在我们离开了城市，再往城乡结合部而去，但是人口依然有些多，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去，大概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达他的老家。我们是要借住在别人家里吗？我有些紧张不安地说道。我不用借住，直接进门，随便住就是。周思然说的坦荡，似乎早就干过了无数遍一样。终于在他的扫荡之下，他看见了一户比较偏远一些，但是门墙修得非常坚固结实的房子。他把车子往门口一停，然后自己翻身，3下5除2的翻过了那高耸的院子，进入了他们的房子里面。进入房子里面那就方便多了，直接从里面就把门锁打开了。在城乡结合部也是有院子这种东西的，院子里可以停车，把车开到房子里是可行的。周思然把车子行驶到了院子里之后，把大门一锁，自己先进入了那别墅里，把别墅里检查了一个遍，才让我进去。我别开了头，不想去看沙发旁边的2具丧尸尸体。宝宝，你快看，他们有好多崭新的喜被，太好了，把这些也搬到我们的车上去。不过我们的汽车也太小了，等一会儿在路上，我看看有没有大一些的卡车，换一个卡车来装，可以收纳更多的物资。周思然说的是理所当然，如此快速，如此自然，像是经历了无数遍一样，让我感到无比的陌生。我知道我这个时候不应该开口的，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询问道：你是谁？你把我男朋友放哪儿了？周思然是我男朋友，我们是非常亲密的关系，相处了那么久，他自然瞒不过我，更何况是如此翻天覆地的举动呢？若是平常的他肯定会惊慌紧张，甚至是有些愧疚的动手杀丧尸。而现在脸不红气不喘的直接闯入了别人的房子，住别人的房子，然后还要抢走别人的东西，他多少都会犹豫一下的呀。即便我的男朋友看上去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身体依然是那个身体，并没有被调换，也同样的关心我爱护我，但是就是感觉不一样。我的男朋友在哪里？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样的周思然让我感到陌生，像是看不透他一样。他的躯壳里真的还是我的男朋友吗？周思然突然笑了，那个笑是如此的复杂，我甚至看不懂它其中的含义。永兰，你还是这么敏锐。对呀，已经相处了5、6年之久的男女朋友，怎么可能认不出对方的变化呢？我确实不是25岁的周思然。我的眉毛狠狠的一跳，什么叫做不是25岁的周思然？我是28岁的周思然，末世，来自未来的。你经常看小说，应该能明白吧？我死了，我又活了，用小说里的话叫重生，对吧？所以我死在了末世第3年，躲过了丧尸，躲过了寒潮，但是没有躲过那些人类。
即便有一些预料，但是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不可思议。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周思然，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你是被人类害死的，那岂不是……周思然是一个保护欲非常重的男朋友，他平时都不会允许我接近菜刀、削皮刀这些尖锐锋利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为的就是害怕我受伤了，甚至是磕上了一下，他都要心疼半天。而现在则是看着我呕吐，却还要强迫我去看那些恶心的东西，甚至是不停地提起让我也坚强起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我砍杀丧尸。这样反常的举动，那就代表着我也死了，是吗？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复杂、悲痛，还有自责与后悔。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这辈子我一定会用我的命来护住你的。上辈子，周思然总是把什么危险都往自己身上揽，把我护住的跟一朵娇花一样。没想到某次出任务的时候，把我留在基地里，他出去拼杀，反倒是被那些嫉妒他的人闯入了家里。周思然回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即便周思然后面报了仇，把那些所有参与过的人全部制裁了，也没办法复活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不停地喃喃自语，眼神悲痛到化不开的浓雾。若是当初我教你怎样变强，若是当初我给你留了武器，若是当初我能寻找到热武器给你，你就不会死掉了。周思然是一个健身教练，他的身体强壮，而且喜欢锻炼，知道怎样健康的锻炼身体。若是这3年期间，他能狠下心来训练我，把我训练的身体强壮有力，那么即便有坏人围堵，想要杀了我，我也能想办法逃跑，甚至是脱困。但是没有，周思然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甚至是800米跑步，我都得喘半天。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逃得过那些人的魔爪呢？失去了他的保护，我就成了被人可以随意杀死的存在。重生一次，周思然自然是要改变一切。他不仅要自己变强，也要让我变强，把死亡率拉到最小才行。唉，我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劝他都不会听的，只是不断地拍他的后背，安慰他。没事的，没事的，这不是老天给你重来的机会了吗？这次肯定会没事。我感觉到肩膀一阵湿润，他又悄悄地抹眼泪了。就这样折腾了好长时间，我们才算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了行囊，就准备早早出发去。因为这里距离周思然的老家非常近，只需要开车2个小时就能到达，而且中途路上并没有多少的丧尸，所以周思然给我又搞了一辆车，把棉被什么的塞入了我的车里。我们开2辆车去往他的家。有周思然开路，我们2辆车几乎是并排行驶，寸步不离的。周思然还总是频频看我这边，像是离开他的视线几秒钟他都不乐意一样。就这样煎熬的开完了2个小时，我们的车子在一辆3层小别墅面前停下。这里是个村子，但是村庄也跟电视剧里的村庄不太一样。现在的村庄基本上都不再是1层小平房了，而是修建的不错的小洋楼，还自带个大院子。这小别墅院子足有3米高，还有超级大铁门，看着就不太好翻墙的样子。周思然打了个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了惊喜的声音，不多的一会儿就有人马不停蹄地赶过来，打开了大门。我们把2辆车开进去之后，那加固加大的大门迅速关上。我还没下车呢，就看见了2个欣喜若狂的长辈，我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毕竟是周思然的家长，这算是见家长吗？宝贝，我们到家了，下车吧。周思然还是如往常般体贴，马上凑到了我的车前，开车门牵着我的手下了车，生怕我面对老2口而紧张。周伯伯跟周伯母眼里好像开了虚花一样，看不见周思然，反而是冲着我而来，非常激动的来抱着我，眼里闪过泪光。我顿时浑身僵硬，下意识的就想离开。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紧紧抱着我？妈，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别吓到他了。周思然立马开口提示。周伯母显然有些惊讶，但还是松开了手，擦掉脸上的眼泪，语气特别温柔。兰兰饿了吧？我特意为你做的辣椒炒肉，还有你特别喜欢的那道辣子鸡也都做好了，还有饮料，你不是最喜欢橙汁吗？我给你特意冰镇的。他拉起我的手十分熟练，像是与我相处了好几年一般，不仅熟知我的喜好口味，甚至连冰冻橙汁这种小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是吧？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猜测。回到餐桌前，果然是做了满满当当的一桌大餐，不仅有我爱吃的那些菜，还加了好几道的硬菜。吃饭，兰兰吃这个特别好吃。周伯母不停地拿公筷给我夹菜，而周思然则是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饮料。但凡我喝上2口，他就一定会给我续上。
周伯伯也是满脸笑容的看着我，不停的问东问西，这反倒像是他们一家伺候我一样，端茶倒水的，让我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还有一些尴尬。毕竟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谁家见准公公、准婆婆会不紧张的？伯父、伯母，你们别给我夹菜了，你们自己也吃饭呀。好，好，周伯父、周伯母满口答应，笑容就没下来过。一顿饭吃的我压力山大，感觉一下子从紧张的生死存亡、丧尸危机、末世里，一下子跳转到了农村婚嫁频道。吃完饭，他们自然是不肯让我洗碗的，甚至不肯让我靠近碗池一步，把我挤了出去，让周思然陪我聊天。周思然拉着我的手腕说，让我看看他们家的物资。农村的院子很大，这句话并不是空话，他们甚至还分了前院跟后院。前院自然是收拾得妥妥当当，利利索索，甚至还种了一些小菜地。而后院的话，则是搭建了一个棚子，封闭的，我看不见里面是什么。直到打开了房门之后，我才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里面是用铁焊制的货架，高到了3-4米左右，反正比我还要高很多，上面满满当当的堆积着大量的纸箱子。我当然不至于认为纸箱子里面是空的，果然往里面一看，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物资，吃的、穿的、用的，各式各样的，几乎能想到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甚至旁边我看了看，还有几台发电机。你们这是把超市搬到了家里吗？至少挺有用的。你看，我还特意给你买了漂亮的裙子。周思然献宝一样，从一个纸箱子里翻出了一些漂亮的裙子，一看全都是满满当当的女装，这显然都是为我而准备的。少贫嘴，看样子你重生好久了，也不告诉我一声，给我吓了一跳。这不怕吓着你吗？还好我没有父母跟牵挂的人，不然他是先斩后奏，我非得揍死他不可。我一巴掌拍到了周思然的屁股上，把他的翘臀拍得啪啪响。周思然虽然有些羞赧，但还是把屁股往我手里拱了拱，想要继续。我才不奖励他呢，直接收手，往仓库里面继续走去。这仓库还真不小，里面居然还有冰柜、冰箱的东西。他们买了好多的冰箱，里面放着一些肉类以及果子、蔬菜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个冰柜专门放着冰糕呢。即便末世断电了也没关系，反正他们有发电机，不用担心因为天气炎热而导致食物变质腐烂。物资真多呀，而且准备的还挺齐全。不过万一被别人看到，起了心思来抢怎么办？这种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当自身食物不够吃的时候，看见别人家有余粮，就会难免起一些龌龊心思。毕竟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不用担心，村子里沾亲带故的都是亲戚，轻易不会下手的。而且正因为是亲戚，所以我们说外面可能又要闹传染病了，再次封禁，不让人出来。大家担心就纷纷出去疯狂采购物资了。因为曾经发生过一起超级严重的传染病事件，导致很多人被困在家里，饿得要死要活的。因为这件事，所以当听见有新的传染病即将盛行的时候，大家不疑有他，反而是纷纷大量的囤积物资去了。反正这里是农村，谁家里没有几亩地呀？收好的庄稼在院子里或者院子外面的空地上，都是好几层好几层的玉米，这些他们都会囤积好几个月，甚至是半年，等到了合适的机会才会拿去卖掉，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存粮什么的倒是不缺，更何况外面都是土地，谁家里没有菜种啊？种上点菜，不至于把自己给饿死。甚至水的话，有人还保留了传统的水井，没有被丧尸污染过的正常可食用的水。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仓库里倒是堆了满满当当的矿泉水，还有各式的饮料以及大量的桶装水。看着这满满当当的物资，我顿时松了口气。这仓库很大，几乎全部为物资所占据，只有走道有空地。不只是这些，甚至别墅里也放了不少的物资，除了食物、水、药物之外，日用品还有服饰也是挺多的。这一片区域全部是用来储存棉被、棉服、鞋子的。仓库上还被贴了一些贴纸，专门写上了这里储藏的是什么东西：棉被、4件套、棉花、枕头、外套、羽绒服、加绒加厚保暖衣、男士鞋、女士鞋、雪地靴、拖鞋、雨鞋，还有一些羊皮鞋，以及对应的各式袜子以及内衣裤等。甚至旁边还放了好几箱的卫生巾，让我用个50年我都用不完。甚至还有一个没有标志的箱子，我好奇的往里面瞅了一眼，顿时面色通红。你这不正经的东西买这么多，100个肾也不够你造的。那一整箱的居然都是那种东西，要知道那种东西挺小的，能把一箱填满，那得是多少啊？这个混蛋玩意儿！我下意识一巴掌拍到了他的身上，他倒是捏住了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脸上，甚至还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口，跟个小狗一样。这不是怕不够用吗？这个不正经的狗东西，我狠狠地掐了他的脸一把，在上面留出了红印子。这狗东西越来越不正经了。你不是说寒潮快来了吗？怎样御寒呢？我生硬地扯开了话题。不过这件事我也确实挺在意的。末世不仅有丧尸，还居然爆发寒潮吗？
那得冻死多少人？知道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周思然有些失落。不过天长地久，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总能慢慢研究。别墅装了保温材料，还有太阳能电板，有太阳就有电用，可以开空调，可以用电热毯，也可以烧炭。我们做了炉壁。我知道这种东西，壁炉就是那种修建在墙壁上的炉子，只需要往里添柴，就可以让整个房屋都变得暖烘烘的。煤炭什么的我们买了很多，不过堆积在地下室了。煤炭什么的他们着重买了很多，买了好几车的煤炭，直接往地下室里倾倒。到时候想用的话，去地下室拿就行了。为什么不把煤炭放入仓库里，而是放入地下室呢？这个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毕竟仓库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若是煤炭不小心烧着了，如此大量的煤足以把整个仓库，不把他们的别墅也会全部烧掉，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村子里。这种情况还是能避免就避免掉吧，不如直接放地下室里。地下室是一个封闭空间，只需要把地下室的门给关上，那么即便是真的不小心燃烧了，它也会因为缺氧而熄灭。当然，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有人故意为之。而因为有这种可能性，考虑到有人真的疯狂到想要毁掉他们，而半夜偷袭，所以他们商量了一下，索性就把煤炭关在地下室了。当然，他们的家被整个加固了不说，甚至在院墙周围还有一些电网的存在。毕竟都吃一堑了，总不能再吃一堑吧，总得长一智。这次他们不去幸存者基地了，他们要在家里直接避开那些恶毒的坏人。虽然村子里都是沾亲带故的邻居，但是谁能保证村子里一个坏人都没有呢？还是防着一点为好。周思然又带着我去看了他们的房子，特意为我留的房间。还好他们是个体面人，不至于厚着脸皮让我跟周思然住在一起。虽然我跟周思然恋爱了5年，早就跟夫妻一样了，但是在他爸妈的眼皮子底下，把我们安排一个房间里，多少有些不尊重我们。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呢，现在就挺好，直接把我跟他安排到了2个房间住，这表示对我的一些尊重。只是周思然有些委屈罢了，摇摇尾巴，经常黏着我不撒手，一遍遍向我祈求要一个名分，要我嫁给他，或者是娶了他也行。这个看你表现吧。虽然我挺喜欢这狗东西，但是结婚什么的，到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万一跟他父母相处不来呢？毕竟公公婆婆这种生物，光一听就感觉麻烦重重，怎么着也得考察考察再说吧。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在我跟着周思然疯狂的锻炼身体的时候，突然听见大门被暴力的撞击声。什么东西？周思然顿时拎起的大砍刀，第一时间冲到了大门口。剧烈的声响会吸引到丧尸，丧尸虽然视力不太行，但是他们的听觉与嗅觉十分灵敏，声响会让他们聚集过来，那就不妙了。那是什么？我焦急地询问。是丧尸狗。周思然脸色很难看。丧尸动物跟丧尸人不太一样，丧尸动物会更加凶猛一些，它们拥有动物的本能，并且牙齿更加锋利尖锐。院子里，伯父伯母满脸担心，这狗好凶，它的牙像匕首一样变异了。周伯伯手里拿着手机，上面是监控画面，那丧尸狗真的变大了1倍不止，甚至是牙齿都长了好多。若是被咬到，相当于被数把匕首插入身体，再稍微甩头一下，一整块肉都会被它撕咬掉。这个时候，周思然不紧张，反而神态柔和了不少。才2只啊，那简单。妈，你去找一块生肉，爸，你去找一根绳子，做成上吊绳的款式。若是一群的话，周思然还会紧张，也许毕竟一群跟一个还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只有2个的话，那倒可以慢慢来。我是如此了解周思然，即便并没有经历过末世，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但也还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想法。我嘴角抽搐了一下，你不会是想要钓狗吧？只有1块生肉的话，我还不至于这样问，但是他反而要一套绳子。那是当然，正好你可以练练力气，你不是臂力不足吗？把它当运动器材不挺好？周思然浑然不见紧张之感。伯母拿着1块肉站到了围墙上，一晃一晃的，顿时把一只丧尸狗给吸引了过来。3米高的围墙，丧尸狗是无论如何也跳不上来的，只能伯母把肉用绳子吊着放下来，一点勾引着它往前跳啊跳，跟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他们的智商并不高，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甚至是周思然用绳子套到了他们脖子上，他们也不知道躲避，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绳子并不算是武器。直到那绳子完全套住他们的脖子上，周思然猛地一用力，绳套收紧，直接勒住了丧尸狗们的脖子，把丧尸狗勒得离地而起。丧尸没有痛觉，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的本能也让他疯狂地挣扎起来，这股蛮力倒是给劲儿。周思然单一个人就把丧尸狗拉得双脚离地了，而中途换我跟伯父拉着绳子的一端，他则是拿着一把加工过后的红缨枪，对着丧尸狗的脑子一顿捣鼓。这种情况下，狗攻击不到周思然，而周思然的红缨枪虽然晃荡了几下，但是依然精准地瞄准了狗的脑子，安全的、无痛的、没有任何危机的影响了这场战斗。
解决的如此快速高效，跟玩游戏一样。就这样解决了？我有些难以置信，这是不是太快了点儿？我还以为要经历一场生死危机呢，没想到连门都不开，只是隔着围墙而已，这些狗就被钓上来，跟鱼一样扑腾了几下就死掉了。对，就这样解决了。等你稍微上手了，力量再强一点，我也让你钓只狗拿来杀来玩玩，好不好？到这种时候了，周思然依然不忘激励我，让我变强。看样子上辈子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挺大的。行吧，行吧，反正我也不排斥变强的感觉，拥有很大的力气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这个是老王家养的狗，就是不知道他人怎么样了。周伯父有些担心，他摇了摇头，看了看那狗尖锐的牙齿，有些非常不忍心，毕竟他们是同一个村子的，都认识了几十年之久了。周伯母当时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没说。这种时候说什么好呢？说节哀吗？看那牙齿的锋利程度，那老王估计就很难活得下来。他们两个的神色有些悲伤，毕竟谁也不想熟人出事，而且不只是老王，整个村子都接二连三的发出了一些惨叫，死亡是在所难免的，不知道还能活下来多少的人。爸妈，我们先顾好自己吧，毕竟寒潮马上就要来了。突然天边传来了嗡嗡声，我们抬头看去，看见了一个无人机，它一闪而过，不知道往哪里去了。直到此刻，周思然才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显然忘了这茬。在末世里待太久了，他都忘记有无人机这种东西了。他并没有购买无人机，如果现在买的话，可以随时侦查外面的环境，发现丧尸包围就可以提前驱散他们，甚至是发现落单的丧尸也可以提前消灭。但是现在末世已经爆发了，而他们并没有买到无人机，错过了这个好端端的机会。看他伤心，我顿时起身安慰，一个无人机而已，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常，使得用不了多久，无人机就会无法作用，最多2-3个月停电，甚至是信号都接收不到的话，无人机就会成为一堆废铁。毕竟他一个人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有些漏洞也算正常，并不算致命，何必太过苛责呢？对呀，对呀，我这里还有收音机呢。周伯母说着，拉着我们去看他那个有些大的，看上去十分有年代感的收音机。通过这个收音机，即便以后信号中断，也可以接收到官方的信号，来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直到关上门，我才有些担心的询问，那无人机会不会飞到我们的窗外，查看我们屋里有没有物品？放心，所有的窗户都用了防窥的，他们看不到里。我松了口气。我们打开了收音机，首先接入的就是附近传来的一条消息。喂，思然吗？我是你宇哥，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粮场，收购了一批玉米跟黄豆，我们去弄点吧。村里死了不少人。对方一开口就是这样直白地挑明了消息，伯父伯母顿时心情压抑了很多。村子里果然死了很多的人，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死寂一片，没有人敢发出特别大的声音，生怕丧尸破门入。而伯母则是拉着我远离了这里，小声地跟我说刚刚那个人的身份，那是我男朋友的一个堂哥，远房堂哥关系并不是多亲近，已经出了本家了，不过他现在是村官，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无人机是他的工作标配，用来检查有没有人焚烧秸秆。没想到现在居然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打听完了消息，我们关上了收音机。思然，我们就不要出去了吧，我们家里有那么多的吃的，不用去外面冒险。周伯母如此劝解道，毕竟我们家里真的不缺吃食，若真的要出去冒险，反倒是不划算了。毕竟外面那么多的丧尸，稍微被抓到一下就前功尽弃了。不行，去是肯定要去的。周思然其实也不是太想去，毕竟他有物资了，但是不去又不行。村子里那么多人都决定去粮场，我们能置身事外吗？若我们拒绝的话，他们肯定会知道我们这里有众多的食物，万一不去找物资，反而是一众抢劫我们的食物呢？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是那么多的人，把自己置身危险之中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跟着他们去一趟也行，只不过全程划水跟卖力寻找物资也是有区别的。接下来的一周，他们用无人机陆陆续续的传递纸张，或者是用信号来交流，在村里倒是取得了不小的声望。现在末世已经好几天了，这些天电力陆陆续续的不稳定，甚至水偶尔也会停止。看这个情况，应该停电停水就在这几天了。我们当然是马上动手，接了不少的水，又把所有充电宝充满，把窗户死死的用东西贴上，防止有人偷窥。至于仓库的话，倒是又加了好几层的锁跟铁链，确保没有人会进入才行。忙完这些，又过了几天，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村里组建了20-30个人，准备去往粮仓。其实周思然是不想带我出去的，毕竟出了外面要面对的丧尸不定是多少的数量呢。若只有单个，他还放心我面对，但是一旦数量过多，他就非常不放心，不安定，紧张的仿佛我下一秒就会消失一样。
但我还是跟着他去了，紧了紧我怀里的斧子，给他展示了一下我新练的二头肌，虽然还是肌肉软软的，但是比之前拥有了很多的力气。别担心，只是小事而已，我们当天过去，当天就回来了。粮仓离这里非常近，我们只需要开车跟着车队过去运输东西，加起来预计也就1天的时间，不会过夜。即便如此，周思然也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生怕我再次死在他面前。我绝对会保护你的，我绝对会保护好你的。他喃喃自语，不知道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他自己听的。看样子他还没有从上辈子的经历里完全走出来。我不由得往他嘴上亲了一口。放心吧，我没事的，我们2个都会好好的。快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第2天很快就到了，也许是做了心理建设，所以第2天我们就早早的醒过来了。收拾完，洗漱完，吃好饭，我们上车就走。伯父伯母则是留在家里，他们年纪太大了，还是不要出去为好。防护服穿好，手套、鞋套、护脸具，还有这些脖子、胳膊肘什么的全部要护好，千万不能被咬到了。临走之前，伯母还再三检查我们2个身上的装备，看我们穿的防护服有没有准备好之类的。这些特制的防护服非常坚硬，但是又很轻便，虽然不足以抵挡丧尸的啃咬，但是有这些衣服，不至于被丧尸抓挠出伤痕，或者被啃咬出血，不跟丧尸进行唾液交换，也就不会变成丧尸了。你们放心吧，我们很快就回来，你们在家锁好门，谁敲也不要开门。知道了，知道了，搞得我们才是小孩一样。周思然哈哈大笑，倒车就直接出门了。我坐在副驾驶，努力调整心态，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跟我预料的不错，粮仓离这里真的非常近，毕竟收购粮食的东西自然也要离农村很近才行。正常来说，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了。但是现在丧尸爆发路上的车况并不是多好，加上偶尔会有丧尸，所以我们兜兜转转的花了3个小时才算到达。本来我们出发的时候是一支车队，但是中途我们换了旁边的大卡车，毕竟大卡车能拉运更多的货物。经过投票，我们一致认同了用大卡车来拉货，所以很多人都直接坐在了大卡车上。现在是一辆大卡车发动机，还有2、3辆小汽车在旁边跟着。那个自称大表哥的村干部还招呼我们上卡车，但是我们拒绝了。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拉货，而是跟来看看历练，若是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多辆车也能多条路。见我们执意如此，大表哥也并没有再纠结多少，而是指挥着继续出发。甚至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打架斗殴。是个人都知道超市里的商品多，但是也正因为商品多，所以丧尸也多，危险与机遇并存。只是希望粮食场的丧尸能少一些，毕竟粮食场又不同于超市，它的商品并不太好携带，那里也没有购买商品的顾客，所以大家都在心里祈祷粮食场的丧尸能少一些。7扭8拐了一个弯之后，我们终于到了粮食仓库。那是一个十分宽敞的院子，甚至我们往里看去，还有成堆成堆的玉米地散落在地上，堆成了一个金黄色的小山。当然也不可避免的游荡着2、3只丧尸，只是2、3只的话倒是不用担心什么。大表哥直接一卡车撞了过去，无情的碾压那些丧尸，把他们卷入轮胎之中，嘎吱嘎吱成了碎渣渣。无人机这个时候也飞进粮仓里，到处检查里面的情况，看看里面有没有丧尸或者有没有活人，若是能救1、2个活人也是好事一件。大门敞开着，有幸存者的概率并不大，毕竟这个地方宽阔，一览无余地想要藏人不是太容易，即便有数量也肯定不多。陆陆续续又发现了几具丧尸，我们把铁门一关，确定里面真的安全之后，才从卡车里冲出来了。上去就是群殴那几个丧尸，自然是单方面的胜利。太好了，有这么多的食物。你们看，这里还有2辆卡车，这车里还有没卸下的粮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卡车开走了？这是莫大的好消息，卡车不仅可以搬运更多的食物，而且必要时刻也可以撞死更多的丧尸。无论是功能性还是实用性都拉到了最高，只是太费油了而已。不过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它的好处更多。因为我们运气好，2辆卡车上的货物还没有卸掉，不需要我们辛辛苦苦的把那些金黄的玉米收纳起来，把它们搬到车上，我们直接开着这2辆车走就是了。这一路实在是太顺利了，幸运之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就当我们收拾妥当，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我的耳朵突然听见了一道求救声。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我什么都没。似乎有人在哭泣，是婴儿还是小孩？反正是十分稚嫩的声音从紧闭的仓库门里传来。有幸存者吗？大表哥顿时喜出望外，能遇到幸存者是一件好事，毕竟他就是和村干部把拯救什么的挂在嘴边。是小孩吗？不管了，不管了。大表哥直接长腿一迈就去了仓库那边，把仓库门迫不及待的一把打开。小心！
周思然一个箭步过去，把大表哥拉得往后面拽，大表哥一个屁股都摔在了地上，不过也险之又险的避开了那袭来的爪。那是个什么样的怪物？那个怪物明明有人类小孩的身体，但是脸部却是猫的脸，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变得四不像，显得恐怖极了。他正在呜呜的哭，手臂却伸出了非常尖锐而长的爪子，想要向人类抓挠而去。刚刚那婴儿一样的叫声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那爪子向着大表哥面部袭来。若是周思然拉的时间再慢了那么一点点，大表哥现在脸上就多了一片血印子，变成了丧尸的同类。险之又险，周大表哥心脏都快嗓子眼里跳出来了。那猫脸怪异的猫爪就直接与周思然的砍刀相撞而上，碰撞之下居然响起了金属轰鸣之声。不只是他，那紧闭地被锁上了的仓库门里居然传来了众多的丧尸的嘶吼声。撒眼一看，里面居然有几十具的丧尸吼叫着从里面疯狂地跑了出来。这种情况下还打个屁！周思然顿时提起了大表哥的衣领，疯狂地往卡车这边逃窜。快跑，快跑！周思然招呼着其他幸存者们快点回到卡车里，尽快逃跑。其他幸存者也是尖叫一声，马不停蹄地上了卡车，甚至有几个跑得快的直接油门一踩要溜走了。罢了个根的！我气得破口大骂，恨不得打死他们。不过好在也因为我们留了个心眼儿，把自己的小汽车给保留了下来，所以不至于被扔下来成为丧尸的口粮。我顿时上了车，一脚油门冲了过去。别人都是逃命一样往外跑，我反倒是逆着他们往危险的地方开，冲着周思然而来，让他们快速地上车里。如此英雌救美，把大表哥感动得不要不要的。要不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都想要以身相许。周思然反应得很快，哧溜一下就进了小轿车里。大表哥伸手也是开了车门，直接坐进去。我甚至都不等他们把车门关上，我就直接一脚油门一个漂移，油门直接踩到底，轰的一声就飞了出去。跑得快的丧尸甚至都已经抓到了车门上，想要把我们一并迎下来。但是他们毕竟是普通的丧尸，怎么能比得过车子呢？顿时就被远远地甩了出去。只是那个猫脸丧尸却并不是普通丧尸那么简单，他顿时喵的一声，四肢着地，真的跟个动物一样快速地向我们奔来，速度比人类更快，真的像猫儿一样矫健，很快的就爬上了我们的车顶。哼的一声，我们的车顶被重物砸下，甚至凹下去了不少。这只死猫居然跳到我们的车顶上，大表哥惊恐无比，快点攻击他！周思然却没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拿出了自己的砍刀，把车窗往前降下，想要砍掉那只丧尸猫的腿。丧尸猫怎么可能如愿呢？反而一爪子想要拍掉那把袭来的砍刀，尖锐的爪子从四周探出，严重影响了我的开车速度，甚至是差点一个没打稳方向盘甩进沟里。不过这样也给了我的启发，我顿时开起车来，歪歪扭扭的想要把它甩出去。倒霉，倒霉，倒霉！这个丧尸猫不追其他的幸存者，反而追我们几个专门来演戏的老演员。划水的代价就是如此吗？早知道宁愿拼着得罪他们也不出来了，现在惹上了这种货色，我心里叫苦不迭。那丧尸不是吃干饭的，直接伸出了尖锐的爪子拍击我们的车窗玻璃，前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不过好在玻璃还有一层膜贴着，并没有裂成碎片扎入我的身体，而是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裂痕。丧尸猫甚至还往前后那些玻璃上面抓挠，想要抓到我们。眼瞅着那猫的利爪剐蹭过我的防护服，在上面留出了一丝痕迹，周思然顿时怒，动他可以，但是丧尸居然敢动他老婆，这无疑触犯了他的逆鳞。此事他也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直接一个猛子站了起来。周思然半边身子悬空着，竟从车窗里钻那出去。趁着丧尸猫抓挠前窗的时候，周思然动作敏捷地抓住了丧尸的脚，猛地一用力，那丧尸猫居然被抓得站姿不稳，从车窗顶上栽了下去。不过因为抓着丧尸的脚踝，所以丧尸的头在地上狠狠地摩擦了一路。车子此刻正在行驶速度并不低，这样一个摩擦直接把它磨掉了一块的后脑勺。丧尸猫愤怒地想要攻击周思然，但是周思然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呢？一记砍刀直接冲着丧尸的脑门来，甚至因为愤怒带着无尽的力气把丧尸砍得凌乱不堪。直到某刀砍中了丧尸脑子某个部位，突然之间猫就不动了，像是关机了一样，死得透透的。死了吗？大表哥颤抖地询问道，直到得到了准确的答案。看着那一动不动的丧尸尸体，直接被周思然给扔了。汽车依然在开，一会儿那尸体就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看不清了。他们被甩在了身后，包括那些拼命追赶的丧尸也全部被甩在了汽车后面。兰兰，对不起，我又让你受伤了。周思然看上去都快哭了一样，从后座直接抱住了我，跟我的座椅圈住了我的脖子，稀里哗啦的流眼泪。我又没受什么伤，
不过多亏了伯父伯母，还好有着防护服，我身上一道伤口都没有。玻璃虽然碎裂了，但是玻璃碴并没有乱飞，丧尸并没有抓到我的身上，只是那丧尸猫抓挠的时候爪子尖尖，勉强勾到了我的防护服罢了。只是因为离得太远，也没有伤到我丝毫。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是我确实没有受伤。丧尸们已经被甩在了身后了，直到到了安全的地方，没有丧尸，周思然才让我匆忙的把车一停，仔细的围着我来回检查。没有伤口，没有伤口，没有伤口，我身上完好无损的，只有防护服上多了一道口子而已，但是也没有伤到我的头皮，没有出血。太好了，你没事。这家伙可能是因为上辈子我们都死了，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现在还有些创伤呢。对于我的安危有些病态的执着。对不起。大表哥深深地低下了头，愧疚的直接给自己的2巴掌狠狠地往脸上扇了过去。对不起，都怪我，是我太莽撞，是我太鲁莽了，居然没有脑子的直接开了门。我没想到后面居然是丧尸。毕竟没有人会想到丧尸居然会学猫叫，那丧尸似乎跟猫进行了融合一样，声音都酷似小猫。养过猫的都知道，某些特定的时候，比如说叫春的时候，猫的声音就会如同小孩子一样，像是小孩子哭泣一样，特别的神似，简直一模一样，经常会有人认错。而他仅仅是因为听到了类似小孩子的声音，没有进行确认，甚至没有精心防备，就直接把大门打开，而把所有人置身危险之中。这确实是他的责任，无法指代。周思然把他打了一顿，看着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我扑哧声笑了。大表哥同样也笑了笑，如释重负，只是挨了一顿打而已。周思然下手有分寸，没有把他打得骨折，只是有些疼痛。若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原谅，减轻他的罪孽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大表哥不仅没有怨恨或者是记仇，反而是十分歉意的任由他打。没有下次，不然我杀了你。周思然并没有开玩笑，他是真的敢杀人，毕竟上辈子就已经……算了，之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们快点回村吧，那些不顾同伴开着卡车逃跑的人，你必须严加惩戒。那些村民们看丧尸扑了过来，顿时慌了神，有很多都是村忙之中跑上了卡车，然后一脚油门跑了，而还有那么1-2个，因为离得远，加上腿脚不便，居然被甩到了后面，没能上车。当时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他们3个能自保已经非常不错了，哪有空来救多余的人？所以那2个人就已经被丧尸潮吞没，而死在了丧尸口中。这件事，大表哥作为领导人组织了这场活动，那么他就理应为此负责。他需要把恶意逃跑、故意或者间接害死他人的人给揪出来，严厉的惩罚才行，不然后续的话无法服众。当然，这是大表哥需要考虑的事。我们的话，只需要把他送回村之后回家就行了，不需要操心这些闲事。汽车开了大半，眼瞅着就要到村子里了，我们居然看见了一辆卡车停在了路上。其实说停不太准确，那卡车歪歪扭扭的，整个卡车都撞翻了好几棵树，车头凹陷了下去，车身更是翻了下来，里面的东西洒出大半，甚至我眼尖的还看见了不少的血迹，不过只看到了血迹，并没有看见人影。周思然的脸色顿时也不好了，这无论怎么看都是爆发了丧尸病毒的样子。大表哥立马用手中的对讲机联系了其他人，对讲机嘟嘟的响了好久，才传来了一道气若游丝的声音：我快不行了，老刘那个王八蛋，他被丧尸抓伤了，他不说，他害死了我们，害死了大家。伴随着一阵激烈的咳嗽声，那边突然没了声响，他多半是死了。当我们走的时候是有3辆卡车的，就算是分散一下，一辆卡车也有7、8个人，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人在了一辆卡车上，而导致这辆卡车的人比较少。但是即便是那样的话，也得死了好几个人。而那个叫老刘的人则是隐瞒了伤口，故意害死了在场的所有人。大表哥顿时怒不可遏，正义感十足的人能对自己下狠手，那自然也容忍不了别人如此恶毒的行径。那边已经出来3个了，要我撞过去，还是你来？周思然询问道。人毕竟是我带来的，我来处理吧。他们都是好端端地出来跟我们搬运粮食的幸存者，大表哥自然容忍不了他们成为丧尸攻击更多的人，所以决定亲自出手，结束他们的痛苦，免得他们的灵魂囚禁于这样浑浑噩噩的身体，看着自己走向迷途。大表哥拿了一把斧子就下去了。他虽然实战不好，没有多少杀丧尸的经验，但是好在周思然在旁边盯着呢，有惊无险的浪费了一会儿的功夫吧，卡车上的几具丧尸全部消灭了个干净。至于卡车上散落的那么多面粉，等一会儿召集其他村员们把他们拿走就是。回到村子里，先是开了一个会议，主要是批斗某些人把同伴置于危险之中，抛弃同伴，险些害死同伴的这件事，甚至体罚了对方，并且剥夺了对方的食物，不让对方分走这次得来的功劳。
至于这次从粮仓里获得了那么多的食物，他则是保存到了村委会那里，按照人头来分配食物。即便是没有多少行动能力的老人、小孩，他们也可以每天来领取一些食物来度过艰难的末世。这段时间，因为我锻炼的太过认真，所以并没有注意到村子的变化。直到此刻，我看着干干净净的街道，才恍然意识到，原来这个大表哥居然真的组织了不少人把村子里清扫了一遍，至少把有丧尸的地方给消灭了。村子里比起其他地方安全了不少，只是偶尔还会有游荡的几只丧尸，但是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小队，用来保卫村子的安全。平时看见了也会把这种丧尸给处理掉，一下子村子里的丧尸锐减。如此虽然慢，但也是好事一件。他们分给了我们很多的粮食，但是现在实在是太累了，分量的具体工作确实在明天开始。我们匆匆地回到了家里，一回来伯母就马上围着我们仔细的检查，心疼不已地询问我身上的这一处划伤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了好几次，他都忧心忡忡的，害怕不已，直到确定我身上没有伤口了，才算松了口气。快把这些烧掉，然后跨个火盆。火盆早已准备好了，已经点燃了。他让我跟周思然把那些防护服、手套，还有一些沾了丧尸血液的东西扔进火炉里，把这些全部烧掉，甚至还洗了个头，洗了个澡，确定没有沾染什么污秽的东西，然后让我们跨过火盆。伯母甚至拿个去晦气的柚子叶围着我们到处拍，想要把晦气给去掉。这种求心理安慰的事情对我们的身体无害，那就由着他去吧。第二天，大表哥果然如约定安排了人手去村子外把那些面粉给扛了过来，挨家挨户的分配食物。有了这些食物，大家短时间内就不用再出去忙活了。不过可惜的是，果然也停电了，天气也越来越寒冷。这或许到了他口中所说的丧尸潮的那一天。明明现在还是秋天，天气已经冷到了零下20-30度，我们纷纷换上了厚棉衣、厚棉袄，甚至盖上了厚被子。这种天气已经开始飘雪了，我本以为这种天气已经够冷了，没想到以后还有的降，甚至降到了零下50-60度，偶尔还有寒流直接飘到了零下80度。不过那种寒气流团只是短暂的出现而已。零下80度呀，我不由得啧舌。南极差不多也就这个温度，如果是我出现在南极，那我肯定是全身装备得到，不至于直接冻死。但是南极天气出现在我家里，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了。我可能没有多少准备，就直接被冻得邦邦硬。这两个的伤害能力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过这样的话，丧尸也会进入冬眠期。冬眠期？我不由得疑惑道。对，丧尸会失去行动能力，若是运气比较差的话，身体内还会被冻结成冰，就像是冻猪肉一样。到了那个时候，丧尸的威胁程度就没有现在大了，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丧尸若能不那么泛滥，那肯定是好的，只是到底还是有些冷。兰兰，我再往壁炉里加些炭火吧。好啊。兰兰，等会儿我再给你炖个鸡汤吧。好啊。兰兰，跟我结婚吧。好啊。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我的大脑并没有转过圈来，等意识到答应了什么的时候，周思然已经兴奋地跳了起来。好耶好耶，你答应了，结婚，跟我结婚。这狗东西耍阴的，居然趁我不注意跟我耍小心思。不过看着周思然开心的蹦蹦跳跳的模样，我的嘴角也勾了起来。也不是不行。顿时周思然被巨大的惊喜所砸得晕头转向的。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吧，我可不想在这么冷的时候吃酒席啊。好，那就春天。等春天来了，我们就真正的永远的在一起，永远也不要分开。冬天才刚刚来临，寒潮还有半年才会结束，周思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春天的降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看着傻乎乎的周思然，突然也笑了。